你是不是每天盯盘追新闻、看财报，但到最后还是不知道该买什么呢？更残酷的是，你做了这些，可能根本没有用。监控大概台股1900档这么多股票，他们后面涨有3件事情是还蛮一致性的。这2年我在台股的资产，第1年大概是成长50%，那第2年大概是40%。今天我们邀请到资深投资人老莫，他靠一招连续2年打赢大盘，现在每天只花20分钟看股票，晚上还能安心睡好觉。台股啊，最近啊高低震荡，而且看到外资回补，我觉得前景未明哦。对啊，而且每天新闻这么多，一下这个跳出来，然后反而好像不知道要买什么了。是，所以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财经专家老莫，老莫你好。老莫你好，大家好。是，接下来啊，你怎么看这个台股的后市？是偏多还是偏空呢？有2个好玩的指标跟各位分享一下。哦，那我这2个指标呢，一个是在看美股的，一个是看台股的。那美股的部分呢，我会看一个东西叫做 XLY 对 XLP 的对比。这2个东西是什么呢？其实它本身是2档 ETF。那 XLY 它其实是代表非必需消费品，而 XLP 是代表必需消费品。把这2个东西一除之后呢，我们其实就可以看到是说，现在资金是比较偏向非必需消费品，就是大家比较喜欢风险，还是说会回到传统的必需消费品，就比较走向防御。所以说我们透过观察这个比值呢，其实就可以很有效的来去看一下，现在资金会往哪个方向走。台股的话呢，我们用类似的方式来去看，那我们只是把这2档 ETF 换成电子指数跟金融指数。那我们就可以看到说，现在电金比是如何，就可以看到，大概现在行情有可能会往哪边走。所以现在看起来，老莫好像对于投资真的还蛮得心应手的。那我也蛮好奇，过去有没有影响你投资很印象深刻的案例？因为我刚开始我在接触投资的时候，其实是我干姐夫教我的。对，然后他教我的呢是价值投资。价值投资真的蛮棒的，说实话，真的是很好的一个方式。我可以去深入的了解一家公司。但是这对我来讲就卡了，为什么呢？因为我无法深入了解这个电子业或科技业，我就觉得格格不入，隔行如隔山。对，但是呢，即便如此后来我就用这一套方法在美股跟选择权也还是做的还可以。但是我一直有一个心理的一个刺，我到底能够怎么样子在台股能够把它给赚回来嘞？那于是呢，后来我就开始想说，那我想是不是可以去接触量化交易这一块？那量化交易的好处呢是什么？就是我不一定要特别深入的了解一家公司，我可能不需要知道台积电是干什么的，但是我去寻找数据或者说市场行为后面的一些规则，反而就可以在里面得到一些获利的空间。那我觉得这2年也还不错，跟各位小小报告一下，就虽然跟大神们比还是有点远了，但是这2年我在台股的资产，第1年大概是成长50%，那第2年大概是40%，还是有小小赢大盘的。讲一句话，我觉得很好奇。我在第1年的时候，我想要把钱赚回来。通常讲这句话就是说，第1年有赔到嘛，对不对？所以你在台股第1年有赔到钱吗？其实不是这2年，是比较早年的一个经验。就是我刚开始在想投资的时候，那时候接触台股就有赔到。然后赔了多少？大概有100多吧。100多，对。是啊，那个时候的策略，你不是说就是价值投资吗？那哪里出了错呢？问题就在于我不会用价值投资在台股。所以就像刚刚哲兴哥讲的，其实应该用价值投资，我应该好好分析啊。但是关键就是我不会分析这个科技业。于是我当时做了一个事情，就是我去学这种技术的分析。技术分析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工具。但我觉得我的问题出在我自己身上。第一个呢，是我太过于去盲信一个东西盲信一套策略。另外第2个事情是我当年没有回测的概念。我当时呢其实就是去报了一个这个技术分析的教学然后呢，于是我就开始兴冲冲的就把这个策略呢就直接实盘的把钱投下去了。因为老师感觉好像讲的头头是道，有没有？我就这个地方买那个地方卖，我这样就赚钱了。对。然后老师每次都是拿他的成功案例来跟我讲，所以说怎么看就怎么对。但是我实际上我在把钱投下去开始跑的时候，就觉得好像有点格格不入。然后为什么我用一样的方式，这里就不会赚钱？然后我就拿去问老师，老师每一次都会有不一样的结论给我。
对，所以后来我就有一点感觉，就是如果说是 case by case 这种的方式的话，有一点不太像是策略，对，那可能跟我自己想要追求的方式有一点背离这样子。所以后来就有改进你的策略这样子。与其讲说是改进策略，更像是说我更去坚定了一个所谓的 mindset 吧。那我的想法呢，就是说，我姑且跟老板报告的时候，我都要把数据分析，然后呢，整个的逻辑结构通通都要推敲出来。那为什么我在对我自己的钱的时候，我没有这样子的想法呢？那我是不是应该更实事求是，更用数据来去看这件事情？对，但当年我也还是没有回测的概念，我只是知道我应该要用这种方式来去看。是，那老莫刚刚提到技术分析的部分嘛，但现在很多投资人也觉得说消息面也还蛮重要的，特别是 AI 题材现在很热啊。对。但是对于这个消息，你觉得投资人要怎么去分辨真假？团队建议给哲金看了一个数字，我觉得相当的惊人哦，超过70%的你其实还没有按订阅。如果你一直有在收看，也喜欢我们节目的话，现在我们来按下订阅吧。按下订阅对你来说是免费的，但对整个下班经济学团队来说，有你的支持跟订阅是这个节目能不能继续做下去、做得更好的重要关键。诚如刚刚所说的，就是我其实并没有特别去观察题材的这一块，因为题材有一点点主观的判断在里面，但我也可以用一个比较客观数据方式来去跟各位分享一下。我其实除了在做程式的自动进出交易以外呢，我还有在做一件事情，就是我同时用程式来去监控大概台股1900档这么多股票，他们后面涨，它有没有一些共通性存在？对，那我发现呢，在这1年半以来，有3件事情是还蛮一致性的。那哪3件事情呢？第一个就如同主持人刚刚讲的 ，AI 题材的确是，就如果说它的公司是 AI 相关的话，的确是容易上涨的，这是第一块。另外第二块呢，我是发现还蛮特别的，叫强者恒强。强者恒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它过去52周以来，它本来就涨很多了，那它后续其实不一定会回档，反而继续往上冲的机会还是蛮高的。然后另外第3块呢，就是这个月营收的部分。对，因为它如果真正反映到月营收上面的话，那是不是就代表它才是真正有把 AI 的东西变现进账？对，那我发现从数据上面来去看，这3个的合集，连在一起的地方，其实至少从统计的几率来讲，算是最稳健的一个地方。是。可是对于新手跟上班族来讲，他其实真的没有那么多时间来盯盘，然后看财报、看技术面，然后筹码面，所以有没有更方便的方法可以跟大家分享？是，我觉得真哥讲的非常的有道理，因为每当我跟我的朋友在分享的时候，他们其实也是一样的问题，说老孟你这套看起来还挺不错，但 sorry 我没那么多时间呐。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 fair 的一个问题。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我觉得可能更多投资朋友可以问一下自己，你愿意花多少时间在投入策略开发这件事情上面？那如果说你是一个可能比较忙的朋友你可能平常是上班啊，或者说有一些其他的事情要做，那本身在自己闲暇的时间就不多的话，那我觉得有一个东西我推荐给大家，那这是来自 XQ 全球赢家里面，它这个软体里面有一个功能叫做量化积木量化积木。对，那量化积木是什么东西呢？它其实是它底下的一个一站式量化交易的一个平台。那它的好处是什么？各位可能觉得说听量化交易，我要写代码呀，要写很多很多的东西，分析好多很复杂的东西，它全部帮你变成说不用写任何一行代码，你只要用点点点的方式就可以组出你的策略。举凡量化交易我们经常要用的选股啊，然后呢监控啊、回测啊，完全都可以执行的，是没有问题的。对，那我觉得还有一点是蛮值得提出来的。刚刚讲这个选股嘛，对不对？其实有些时候我们来去做量化交易的时候，最卡的一个地方是什么？就是我没有想法。有很多时候漫天的这个交易逻辑，不知道该怎么样子切入。那所以说上面除了有10万种条件以外呢，它其实还有一些不错的一个地方跟各位分享一下就是我们有请到一些在市场上比较知名的这个达人前辈们，然后也把他们的一些选股条件把它放到上面来。所以说举凡像是杨云祥前辈然后还有我们的邓哥，然后在XQ里面非常有名的蓝璇院长、
园长然后还有我们的宇清哥甚至小弟我自己也有在上面有分享一些策略。所以说，如果说大家对于策略开发没有什么想法的话，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好开始的一个平台，就是我们可以在前辈的一些这个肩膀上，然后来去做一些进一步的开发。所以其实可以获得还蛮多资讯的。这个量化积木听起来感觉还蛮方便的。那如果说想要试用的话，是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吗？如果有兴趣的话，我们可以到资讯栏来去了解更多的相关的资讯。如果在这个时间上比较有余裕的朋友啊，那他可以怎么样来思考或者来做他的策略呢？是，如果说今天大家的时间比较宽裕的话，那我就强烈建议大家可以去了解 XQ 底下的一个程式语法，叫做 XS。那它是什么东西呢？各位可以想象一下哈，我们常常做交易的时候，我们需要选股，我们可能要画指标，要自动交易甚至盘中帮你监控。那这些东西呢，如果你今天会写 XQ 的这个 XS 语法的话呢，它完全都可以帮你客制化。你全部想要的一个东西，通通都可以在这上面实现。然后呢，各位可能听到说哇，要写这个代码，是不是就觉得好像有点就是怕起来了？说实话，我也是的哈。但是呢，我觉得现在2026年反而是最不需要害怕的，因为完全可以请 AI 帮你代劳做这件事情。对，所以说只要你跟 AI 讲说，帮我生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策略只要它在相应的这个训练的环境之下，它马上就可以帮你做出来。所以现在呢，其实产策略的速度是非常之快。那我自己呢，光是靠 AI 在我自己的XQ 里面，大概有超过可能500多个条件了，就非常的多。像是我自己的，这是我每天的自己的看盘的画面，上面全部通通都是用 AI 再加上 XS 来进行打造出来的。对，所以说像是一些特殊的技术指标，或是说我来去判断高低位阶的一个地方，基本上呢都是非常的方便，可以直接做出来。可以说是另外一种分析的一个模式、一个方式啦。是的，是的。那刚刚老莫也有提到说 AI 这几年发展非常的快速嘛，所以我们也会很好奇说它对于这个量化交易的影响又会是什么呢？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问题。对，因为我认为其实2026年的现在真的是所有的人切入量化交易最好的时间，没有之一。那我们可能在过去，如果说我要做量化交易的话，你可能至少要懂科回测吧。然后呢，你可能要知道分析的一些概念等等等等的。但是呢，现在有了 AI 介入整个流程当中，你会发现说，假如说我们过去这个墙的高度是10万公分吧，现在我不会讲说降到0，但它至少可能降到剩100公分了。非常的简单，非常的简便。只要你愿意来去做这件事情的话 ，AI 能够帮助你非常多的一个事情。对，但我觉得有一些东西要提醒一下，就是朋友们 ，AI 其实在这个 moment， 我认为它还不是绝对可控以及可靠的。所以各位应该有去看到一些新闻 ，AI 突然把他的 email 给删了，把整个资料库给删了之类的。其实说实话，我今天在过来之前，我还正在开发一个策略 ，AI 也差一点把我的电脑做类似的事情。所以有一件事情非常的重要，就是我们必须要让 AI 在它可以发挥的空间里玩就好了，不要让它超过它的那个范围。是。所以最合适的方式是什么？就是我认为应该是我们自己。我们人类当一个所谓的主帅，我来去带领这个3军，我要指引哪个方向。但是 AI 可以帮我当军师，它可以帮我来去做回测的架构，帮我写代码，帮我把整个骨架的肉帮我补上。那补上完成之后呢，最后面我们在执行的部分，我们可以靠程式来做全自动的交易。例如说你自己刻的程式，或者说我们用 XQ 来进行交易。这个铁三角也就是主帅、军师跟这个将军这个3者合在一起呢，是我自己觉得目前 AI 交易最好的一个方式。老莫，你非常注意这个像回测的结果嘛？可是回测有时候它也会有错误，甚至它也是有一些出入。那我们怎么样去辨认它这样子的回测结果呢？其实我们必须要知道一件事情，我们回测也只是拿数据来重新跑一遍而已。但是呢，其实数据很难完全还原交易当下的那个地方。其实我们把各种的数据通都记录下来了，但可能你还是没有办法完整还原当时的情况。例如说这个成交啊，或者说是不是有交易有滑价，这些东西其实我们在回测里面都很难够完全看出来。是对。那所以说，的确我们应该也要秉持着科学的角度来去看这件事情会比较好。但说实话，解读一份回测报告有非常多的眉眉角角
所以说可能一时半会我们也讲不完。但我这边呢，我就分享一个最多人可能会遇到的一个问题也是我自己也常常会犯的一个东西。这个东西我简单的用一句话讲，叫做拿明朝的剑斩清朝的官什么意思呢？就是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行情都已经走完了嘛，对不对？所以走完之后，我要怎么样得到一个最好的一个回测报告呢？就是磕着这个行情走。然后来去找到当时的这个参数是最好的，然后我就把它刻进去，然后这样子得出来的报告就会无限的漂亮。但这会有一个问题，我就举个例子来讲好了。我们那个年代我还有考模拟考跟联考，我们模拟考的一个目的是什么？是让我们知道那个题型还有说呢大概整体的那个氛围是什么样子的。但我绝对不该做的一件事情是把模拟考的这个题目。这个选择题 AABCA 我把它背起来之后，到了联考，我在前面5题还是填 AABCA，我这样子填是会死掉的。所以说这件事情其实姑且我们听起来这个 case 听起来好像这个人都知道吧，但是实际上我们在做这个回测的时候，也很多的朋友会犯这样子的问题，我们把它过度的优化了。这个其实在我们的术语上叫做过度拟合，或者是说 overfitting。那这种情况其实是很多的策略建构的时候是比较容易犯的。那有什么方式我们可以快速的检验一下呢？有一个很简单的小 paper 跟各位分享一下。各位还是可以运用 XQ 的一个回测，我们直接的把一样的策略、一样的参数，我们每一年都跑一次好了啊。2021跑一次，2022、2023、2024、2025，我们全部的看一下，它是不是有天翻地覆的变化？如果有的话，那可能要小心一下是不是我有过度优化的一个嫌疑？是，那老孟，我们这边还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你。如果说有一些观众啊，他对于这个量化交易真的有兴趣的话，你有没有什么想要提醒他们的？我觉得有2个东西想跟就是观众朋友们分享。那第一个是鼓励吧。因为我认为2026年这个 moment 真的是所有散户朋友们加入量化交易最好的时间，可能没有之一，在历史上真的可能没有之一。AI 把我们很多的过去觉得很难突过的高墙，现在已经帮我们弭平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呢，真的是最好的时间。所以千万不要觉得这个东西是天才才能做的。我觉得完全不会，因为现在有了 AI 的帮助，我觉得我现在做的分析的深度跟维度，可能有以前的那种小型的对冲基金的深度了，但我只有一个人而已。各位观众朋友们，千万不要妄自菲薄，这个其实没有大家想象中的困难。所以说，努力的开始先做，我觉得这是第一件事情。然后另外第二件事情是，我认为这个地方是非常好玩的，因为其实在这里面呢，是我可以不断学习跟成长的一个地方。因为呢，有些时候我们会发现，策略可能会时不时有效，时不时失效，但我就会花一些时间来去做一些优化，或者说来去做一些学习。所以当我在做打磨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还是不断的在进步的。对，所以说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里面，我觉得是非常好玩，也非常鼓励大家可以来去试试看的。是，所以刚才都是鼓励的部分嘛，对不对？因为其实我觉得就是在量化交易，其实现在大家看到这个 AI 的那个风头浪尖，都想要来再试试看。但是其实里面也有很多的分享，刚才有提点我们要注意的。今天非常感谢老莫来跟我们谢谢来分享量化交易，谢谢你，谢谢。